天使在大部分人的印象里可能都有着一副相当和善的尊容。不过对于高达观众来说，提起天使想到的却可能是斗篷与断剑。毕竟我们这里不光有战损天使，还有南无加特林菩萨，主打一个一息3600转，大慈大悲度世人。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他们的同行4长步枪与导弹的天使 GN010 御天使高达。另外请各位用1秒钟猜一猜，为什么本期会唐突选择御天使高达作为主角？虽然答对了也不会有奖励，就是。だが私は謝らない。其实以个人审美来说，我一直觉得00系机体在造型上呈现出一种类似凸函数的构造。TV 第1季的机体都相当帅气，但第2季的机体无论是在造型还是武器设计上，都给人一种微妙的不上不下的感觉。而在剧场版中，机体造型又回归初心贡献了不少帅气的机体。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类似的感受总之，作为 F91凄惨扑街的近20年后，高达系列难得的原创剧场版动画，全新的帅气机体自然必不可少。不过大概是 TV 本片里的机体数量已经差不多耗尽了常见天使位阶的库存，因此到了剧场版中，4台天人高达在命名上便又放宽了标准不是基督教天使也行。因此最后这台继承了力天使与智天使理念的机体，从隔壁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中选择了火狱里的惩戒天使作为自己的名字。这个名字估计不少观众听起来相当耳熟，那就是扎巴尼。在一个成熟的团队里，有些人注定要担任主角，有些人则注定要成为电池。原本天人的高达4人组就保持着相当均衡的战术配置无论远近快慢，都有一台高达承担着类似的责任。但随着00本片故事的完结，提埃利亚将意识上传到费陀，从此过上了自由出勤，不用每天打卡上班的快乐日子。4人组的平衡就此被打破，并且回想一下第2季中盘李疯子手下铺天盖地的嘎嘎，显然天人的高达也需要强化一下应对复数敌人的能力了。因此剧场版中的天人第5世代高达在开无双能力上进行了重点强化，这之中尤其是御天使。相比起2台前作，御天使最大胆的改变就是在战术理念上的更新，成为了又一台在治愈火力不足恐惧症领域颇有建树的高达毕竟虽然2代洛克昂是亲兄弟，但实际战斗风格却相差甚远。比起哥哥那种沉着冷静的狙击战，弟弟莱尔显然要更火爆一些。虽然力天使与智天使也不是不能开，但显然要搭配更适合他风格的机体，才能100%发挥其战力。因此御天使在火力大赛上可以说毫不吝啬。不过比起此前占据这一生态位的德天使与赤天使来说，御天使的火力比起一击必杀更倾向于依靠数量与射速制造出密集的弹幕。他身上的大部分武器都可以说是为了让弹幕更为密集而生。与此同时在实验这些新功能的同时，也没有丢掉狙击的老本行，小孩子才做选择，大人全都要。于是我们便看到御天使同样有简单的变形构造，融合了智天使的盖板开合式以及力天使的天线下降式。当 V 字天线下滑时，隐藏的高精度传感器便会展开。除此之外，御天使双肩也做了隐藏机构设计，将顶部装甲向上滑动，也会露出一组隐藏式传感器。同样的设计在小腿侧面也存在。这些额外的传感器有助于驾驶员进行高精度的远距离狙击战不过莱尔并没有过多使用御天使进行狙击战，毕竟剧场版中面对铺天盖地的 ELS， 还是接下来的东西更有用一些，那便是御天使身上搭载的那些足以让他承担移动武器库之名的特色装备。如果说初代卢克昂尼尔是一名老练的狙击手，追求的是无声无息一击毙命，那么2代卢克昂莱尔就更像是一名致命的牛仔，只要把遇到的人都干掉，那就没人知道我来过。这种风格和御天使的名字确实也比较匹配。他在 TV 版里便用智天使展现过出色的持枪格斗以及速射技巧，而御天使的武器也是基于这种风格设计的，其核心武装便是像墓碑一般排列在机体两侧的 GN 枪套单元。这些棱角分明的块状物灵感取自牛仔腰间收纳左轮手枪的枪套考虑到这个原型，它的首要功能自然就是收纳。御天使的全部家当平常都收纳其中，这些巨大的枪套彼此咬合，并通过机械臂连接在机体后腰。除了基础的收纳功能外，这些枪套单元还承担着另一项重要职责，那就是防御。都什么年代了，还在用剑近战？
如今真正的潮男都喜欢加特林 CQC， 或许是出于这样的美学考虑，御天使并没有搭载任何格斗武器，就连最基础的光束军刀都遭到了舍弃。为了避免在突如其来的近距离战中吃瘪，基恩枪套单元在设计时并没有被当作传统的固定盾牌，而是赋予了其与浮游炮、龙骑兵系统以及00世界观下的基恩獠牙一样的远距离控制能力。每一枚枪套除了坚固的物理强度外，还可以在表面展开基恩立场，即便是 ELS 的猛烈撞击也能轻松抵挡，并且根据攻击形式的不同，枪套单元之间还可以进行多种形式的连携。不过不要因此就断定这些枪套就只是负责防守的移动龟壳了，在必要时枪套之间彼此咬合，摆出菱形阵列，发射出高输出功率的照射攻击，这也是御天使持有的单发威力最高的攻击手段。正常情况下，这样的枪套单元御天使会携带10枚出战，但剧场版决战中面对悬殊的敌我数量差距，御天使也进行了火力升级，改造成了最终决战式样，在肩部额外追加了4枚枪套单元以补充火力，而且枪套内部收纳着的自然就是御天使的枪械收藏。这些手枪全部采用了模块化设计，一把枪具有2种形态，分别是短枪管的基恩手枪单元模式与长枪管的基恩步枪单元2。实际使用时，御天使可以根据战况选择长射程高威力的步枪模式应对远距离目标，或者将枪管部分留在枪套内，只拔出枪身更短的后半部分，此时便是基恩手枪模式。此形态射速更快也更灵活，并且在枪管下端还安装了用于在近战时格挡敌人白刃战装备的抗光束涂层刺刀。这种刺刀本身的切割能力并不强，因此万不得已非要格斗战时主要还是承担格挡功能并像织天使那样用枪斗术解决对手。枪械的数量和枪套的数量是一一对应的，因此最终决战形态下，基恩步枪单元的数量也增加了4把。大部分情况下，御天使都会手持其中2把，然后利用远距离操控系统将剩下的枪械作为浮游兵器使用。这种情况下，基本都会选择以步枪形态出击。不过也有为了追求射速与灵活性，选择手枪形态的情况。最后，原本只存在于力天使与智天使局部的导弹发射装置，在御天使身上也实现了全身覆盖无论是胸部肩部装甲，还是腰部裙甲，以及腿部甚至脚部装甲内侧，都安装了隐藏式的基恩导弹发射器。甚至可以夸张地说，御天使身上只要是墨绿色的装甲，其下都隐藏着基恩导弹。这些导弹维持着作为迎击武器的基本功能，在敌人抵近时突然发射，阻挡敌人继续前进。但最爽快的用法显然不是这个，而是观众们喜闻乐见的全弹发射。此时御天使制造出的弹幕密集程度绝对不亚于同样以弹幕语著称的全装甲 Double Zeta 以及重装高达。甚至由于基恩导弹尾端摇曳着基恩粒子的荧光，在视觉效果上恐怕还要更胜一筹。而排空备弹的导弹发射器也可以直接就地抛弃，以避免成为死忠，影响机体运动。不难看出御天使的武器构成上其实并没有太多复杂精妙的展开结构，就是以最朴素简单的功能加上压倒性的数量，最终成就了又一款针对火力不足恐惧症的良药。对于这数量众多的武器单纯的火控工作就足以让人焦头烂额。因此御天使在驾驶方面也进行了相当多的优化。首先就是原本内置的哈罗数量翻倍，现在2颗哈罗可以辅助洛克昂射击，承担武器管制与机体控制的职责。先前无论力天使也好，智天使也罢，在驾驶舱天花板上都安装着一个高精度狙击用控制器。但对于需要在高速战斗的过程中进行射击的御天使来说，这样的设计就过于笨重了。因此御天使选择取消了狙击用控制器，转而将普通的控制握柄改造成特制的枪型，以便于洛克昂更好的控制。除此以外，御天使的驾驶舱中还有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特点，比如准备进行全弹发射时，隔壁种子同款的全屏自动连线锁定，再加上双哈罗系统的辅助，以及机体搭载的高精度传感器，最终御天使1石2鸟的兼顾了大范围火力压制与射击精度，也贡献了剧场版几个经典的乱射无双名场面。另外就是从结果上来说，御天使在剧场版的战后结算环节中取得了天人4人组中最为亮眼的战绩。在对 ELS 的战斗中，00量子型作为对话的媒介消失，聊天使为了拯救刹那选择2887，聊天使在最后一刻大破，只有这台御天使虽然损失了大部分武装，但本体仅仅只有一条手臂遭到破坏差不多算是中破，成为了4台天人高达中唯一生还的那个。
再次证明了只要火力够猛，任何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如果解决不了，那就是火力仍有不足。并且按照舞台剧的补充御天使在进行了修复后便继续投入了使用相比之下，同处一片战场的妖天使就惨喽。在剧场版最后，妖天使遭到光束直击大破，好在最重要的太阳炉安然无恙。因此在剧场版的战斗之后进行了整体重建，才得以再次投入任务。那么剧场版的几台机体中，你最喜欢哪一个呢？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讨论。那么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